玩第一点。我觉得这好像在开战车哦，超像开战车的，而且它真的用履带控制左右，因为我把它想的太像 P34了。哎，这样可以哎。可以啊，这么用哎，这没玩到这个就够了。哎，炒锅好吃哎，一整颗咬下去，嘣一下，这样很好吃哎。你是在变魔术哦？对，你把它挤到。确定哎，真的哎，真的就洗掉了哎，你看，一旦有了糖果商，对，这个其他的我就是甜到心里去了。我们叫胭脂山，它有的颜色比较漂亮，像胭脂。还有大正味。关于台南柳营的故事，它可以是木鞋风车，一览异国风情的荷兰村，也可以是悠哉惬意、民风淳朴的小农村，当然还有滔滔不绝、热情无比的阿嬷跟你话当年。我原名叫做查某营，啊？查母营，查某营？查那个土地的查。哦，查母啊，我那查某营是用郑成功弄来讲，这是营。我若咧导览啊，讲迄个，阮遮迄个柳营原名查某营，讲阮查甫没有爱输啦，是安尼啦。因迄阵啊，郑成功来开垦的时阵啊，就是聚集区里迄个柳营、查某营，就咧查土地。查土地，安尼。查某营来下营、林梦营、中营、旧营、吼。五军营、新营就是上乌尾开发，因为是新的嘛，上新的嘛，所以叫新营嘛。迄阵台南县的行政区就多里哦。这里是柳营的果艺社区，一个人口不超过1500人的小农村，但它历史长，故事多，曾是郑成功的军师陈永华操练新兵的地方，记录着他们在此开垦的丰功伟业。如果你想深入了解果艺社区的历史人文，可以跟社区发展协会联系，参加导览活动，一定会收获满满。除此之外啊，还可以穿越时空，进入满满回忆的传统干妈店。哇，这种干妈点哈，就是满满儿时的回忆。你只要有看到这种，这种，这很好吃哎，这几包好的，10块钱。块钱。好，等一下给他，先拆来吃，给你一个。好，给我一个，谢谢。哇，这个很好吃哎，真的很好吃啊。满满的回忆。你要吃米德啊？那边也有跳跳糖啊。现在小朋友都吃过了。这种比较少啊，这个一包多少钱？3块。3块？来，而且吃这个有诀窍哦，在倒的时候你不能呼吸，呼吸一定会呛到，所以一定要这样。不要怕，没事的。没有关系，这个就是米给的热气。然后够香。哦，这个，哦，这一包多少钱？吹泡泡。10块，它拢已经23块哦，爱记起来。喂，哇，我这个泡泡小时候一直要玩，爸爸妈妈都不给玩，你知道吗？对，这个好像很少看见。这就我在这边家，我知道他为什么会担心我了，因为我的年纪看不出来像这个样子。要弄一些出来。好啦，啊，恁卖紧张，到底恁捌算过无？哈，嘿啦，这样子吼啦。破去，基本破去。对。哇，小时候超喜欢玩这个的，而且小时候这个还不能给人家拿到，我的。哎，这不好说的，这我还要玩哦。阿公，你几岁80了，87岁了，虚岁86岁，25年次的。25年次哎。对啊。啊，这间店开多久了？88年。88年，因早人讲叫干妈店。干妈店到底是什么意思？阮当时讲什么干妈店？干妈，较早的物件是那种干妈店。干妈。用迄个
这个哦，用竹子做的那个圆圈的小小圆圈那个。哦，所以叫干妈点，是因为以前卖东西都是拿那个竹子装起来，几浪。它较早都幼面。幼面啦，豆签幼面啦，咸鱼啊啦，对，回人啊，咸鱼啊，豆豉煲啦，啊，电锅煲啊，拢未晓尔。你的记忆里也有这么一间干妈店吗？各式各样的零食、玩具，每一样都好吸引人。如果说干妈店是儿时的回忆，那么冰果室肯定是青春的滋味。你说瞎看？你说你以前在这谈恋爱哦？对啊，这怎么谈？以前哦，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哈，这边在卖冰，卖那个金蕉冰，这是阮国桥唯一一个所在，谈恋爱的所在。阮就招阮的男朋友，也是要招阮的人好，啊，就来后壁遮食冰啊。啊，伊后壁有一个低调吼，会当对遐偷走。阮的爸母来掠阮的时阵吼，阮就对遐偷走的。系，安尼有听到？但是袂感觉足奇怪吗？你若伫遮谈恋爱，啊，你若是分手了后，你若看你男朋友以前的男朋友坐伫遮，甲别个查某囡仔谈恋爱，你若经过的时候，你甲呸嘴咯，还呸？有可能哦，有可能。你会觉得蛮可爱的，蛮可爱的。你就其实可以看到一个，就是台湾传统女性产物，就是那个韧性跟那个顾家跟守着这一片家里面有的产物，然后让这个社区发扬光大。台湾的女人真的蛮厉害的，真的蛮厉害，传统妇女真的是蛮厉害的。虽然说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好爱念哦这样，但是哎也蛮可爱的，这蛮可爱的。醇厚的人情味，简朴的生活风貌是果艺的魅力。梁柱上的劝世俚语是老一辈的关爱与叮咛，缤纷的彩绘墙壁是农村历史的点滴记录。在果艺老街里，每个转角都充满惊奇。接下来则是要见识到阿嬷奋斗一辈子的生命力。你刚刚带我逛完整个国表后以后，现在带我来看，这是棉花哎。啊，这为什么堆了这么多棉花在这边？伊这棉花是咧种草菇的，草菇吼原本是用稻草种。阮这个国桥吼，这个菇类吼，伫民国48年已经就有啊。咱的民国60年的时阵，咱的经济起飞，做者这个纺织厂，纺织的爱喏，迄个好的丝啊拢抽掉，剩这个废棉，哦，咱的政府嘛足烦恼的，这废棉是安怎？所以因去做研究，卖用稻草，咱来用棉花，啊，棉花可以保湿又能保暖，哦，懂了。然后那哎呦，娘子军出现了，娘子军出现，看，哎，这个好像是那个就是绵羊身上那个毛哦。难怪我看你们每个人都戴口罩。我刚刚要下车之前，我看大家都戴口罩，不对，是哎呦是有蹊跷。它是一层一层的，你看，好像那个 Lady M。Oh my god！ 我快打喷嚏。所以要整个把它丢在这上，丢这上面以后要干嘛？要洒水。要洒水。嘿，洒水。果艺曾是台湾草菇的重要产地，全盛时期曾有200多户的菇寮，但因产业没落，菇寮拆的拆，废的废，现在只剩下7户人家在种菇。然而菇寮是果艺重要的文化地景，阿嬷不舍得它消失，也不希望以后大家的饭桌上只剩下进口的草菇罐头，因此仍然坚持着栽种草菇，而我只能尽绵薄之力。看阿嬷有什么需要帮忙的。因为阮这有够定定啊啦，迄如果伊松松的就要注意，伊松松伊无够淡，啊伊即马吼迄个面啊吼打会更起，更加规个面。哦，一定爱淡的就对啊啦。爱淡，爱有够淡，那会当。那若是当然时就无法度用，一定爱压水嘛。嘿，一定爱压水，压到拢会点汁。嘿，啊，阮这是吼已经处理一遍过啊啦。安尼。啊，搁最后一遍。草菇喜欢潮湿高温的环境，所以确实的将棉花浸湿，让它发酵是很重要的工作。这些细柔的棉花，昨天阿嬷已经灌水1夜，必须再透过割稻机改装的剔骨啊，反复挤压，让纤维相互紧密的在一起，确保湿润发酵无虞。我觉得这好像在开战车哦，超像开战车的，而且它真的用履带控制左右。我觉得我应该去战车连的。他是说不用拉到这么紧啊。因为我把它想得太像 T34了，哦，好好玩哦！
原来种草菇也可以这么有趣哦。这是安怎？这种捆好、缀好以后，就爱甲沤起来。嘿，沤起来，安尼放喺内面。啊，这边沤一对，生活家内底哦。嘿，哎，其实种个草菇怎么会这么的繁琐哈？大姐，你看下，我你等我哭掉。小心哦。使用工具前后左右都要看一下，你看鬼，伤危险啦。哦，你看，哎，哦哦，哦哟，哎呦，哎呦，哦，安尼就好啊。安尼就会使啊？哟，你放安尼就好，你放安尼有看名啦。哎呦，这么看不起我。不是你讲。哦。没想到草菇是用棉花种出来的。然后嘞，然后里面哪边？这边。用这米色啊个蛋对。蛋浆。小米，哦这么大哎，这是蛋吧？哦这个大颗哎，这个。哦，安尼个。哎，一个拳头握一颗哎，这像不像一个面包？你看，像不像个馒头？哦，莲雾吧，白色的莲雾。台湾第一点，用这米色啊个蛋对。蛋浆。小米，蛋浆好甜。对，为这个蛋入去。安尼哦，等你看。哎。哈？哦，安尼。就这样。好，这样啊，把它拍平。嘿。好。啊，你的这个弄上来。好，那你出来换我。好，啊，把它拍平。所以你说以前这个都是用稻草做的。对。这以前铺的拢是稻啊。嘿。啊，即马该用这废弃的米色。哦。哟塞！我无遮简单呢。哦。来，你哪给我铺嘞？哦，你哪铺啊？恁他们乌鱼输赢。嘿。哟，你哪铺会唱比的？嘿。然后这样。输赢好。所以一个美食是这样子做出来的。嘿。按那剪出来。嘿。那我们现在放着它就会长了吗？不是，还要高温杀菌。还要高温杀菌？怎么？高温杀菌完毕还要播种。等，我们现在往外走一点点哦。我没懂。我没懂。哇。哦。来，大姐，你讲高温杀菌是安那高温杀菌？那里有那个蒸汽机，迄个火炉。嘿。火炉啊，来用火炉来哈。嘿，用火炉引导那个水蒸气。嘿。哦，这个管子就是水蒸气的管子啊。水蒸气的管子到里面去。所以里面全部都是用蒸汽的方式下去杀菌，把那个杂菌都杀死了。对，然后我们才播种这个。啊，这是种子。这个种子进去。哦。是这样子。哇，种子都在这里面。伊内底就是有菌了。仔细将菌母搓散后，撒在高温杀菌后的菇床上，并加以控制温度以及湿度，就可以等待收成啦。虽然这个步骤我无法参与，不过草菇阿嬷说，草菇成长温度控制约在42度，这种个草菇根本就在三温暖里面做重训嘛。哇，那个空气我受不了哎，那整个的那个，虽然说它已经用蒸汽都蒸过了，但它里面还是菌，那整个的空气是没有办法的。然后那个味道，然后你要在一个黑黑暗暗、高湿度、高热度的地方下去工作种草菇。如果没有人找到方法，更好的方法、更简单的方法，我相信年轻人不会想回来做。哇，这就是草菇寮哎，我很难想象这种菌长在这里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它是食物哎，而且是一个美食哦。可以拔吗？你教我怎么拔？你看这个尖尖的，嘿，这个尖尖的。这个就这样拔哦，对。哦，所以茎大粒的就对啊啦。茎大粒的，茎尖尖的。加啦，这种。这种对。哦，这么大哎，这是蛋吧？你得看你介意。看介意。哟，看介意啊，大颗的，尖的。我无介意大颗的呢。不爱大颗。我较介意单挑的。这嘛是的，这个是的，这是的。啊，这个怎么办？这个要不会掉。所以咱要拌吼，爱细鱼。爱细鱼哦，袂当改拌起来就好啦。因为拢有捆啦，捆死会叫蛋。哦，懂了。
哦，这个大颗，哎，这个，哦啊，你看，哎，一个拳头握一颗，哎，一串另外你看上面都是那一串就可以整个拔吗？不可以，留着让它继续长就对了。等它明天你落一个米啊里，啊个那个种放落以后，会当几收？差不多18天，收18天，开就收完啊。啊，大概先搁下新料啊。就搁下新料嘞。嘿，对。哦，这颗完整，这颗很完整。哎，我其实好想这样就吃哦，但是我很怕有菌，还是要煮过。哦，巨无霸！哇塞，帅！莲雾吧？这个母白色的莲雾，我们好像来到一个什么宝物的隧道。哦，你看，加，你看，哦，你看一串你看，哦。草菇营养丰富，低卡高纤，蛋白质含量还是一般蔬菜的2到3倍，加上水溶性膳食纤维丰富，可以增加饱足感。想控制体重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哦。不过我环顾了一下四周，草菇是很多，但是这住在高楼层的草菇们是要怎么采啊？我就安尼爬啊，安尼爬起来。哎呦，哎，你较细意的呢。我安尼爬啊，爬起来就慢者，会慢者就慢。哎，你小心一点呐。不会啦。来，换我来起来。哎，这样可以哎。可以啊，这作用哎，这免烦恼，这袂倒来。爬到，哎呦，这里还有。有。哦，上面蛮多的，上面都大颗的哎。啊，好啊。我这毛。有，迄毛毛。哦。哇，叫姐就大了哎。好。这条袂输，跟那面包嘞。这像不像一个面包？你看。哇。哎，你看。像不像个馒头？开口笑那。看到馒头嘞。大颗。来，好哩。上面还有一层呢，在上面看看。嘿。上面一层，也袂生。有啦，那也无。哎呦，白色的哎。有。拢白袂使嘛，一定要顶管尖乌嘛。有尖乌。这都是白的，这都不行。哇。原来香草菇是这样种出来的，你不觉得很神奇吗？在这样一个地方。好神奇。然后就直接这样种，你种几冬啊？种我民国74年种的。74年哦。嘿。我都出生尔呢哦。啊，你也74年出来啊？无，我68。我在草菇那一片看的时候，一开始还没有特别大的感觉，就知道说哦，他从70多家在做，现在只剩下7家在做，减少了大概只剩下1/10。然后呢，会变成突然间你发现全部是娘子军哎，而且年纪偏大，你就知道其实这个产业真的是在消失当中。采草菇不是件轻松的事，需要眼明手快的功夫，还要有攀爬的体力。但阿嬷把种草菇当成一生的志业，努力推广。社区妈妈们也用行动支持阿嬷的想法，研发出多种的草菇料理。我们今天要来做草菇包。草菇包哦。对，用草菇下去做。用草菇做的包。做超包会。首先我们就把肉炒一炒，绞肉炒一炒。这样就够了。对，然后把它炒香。你这里面的料有什么？你先跟我讲。有草菇，然后呢？还有油葱酥。油葱酥。对。有锅盖吗？没有带。我都是用蒸汽让那个肉 keep shape。菜包要多少？你要下多少？哇哟！这么多！油葱酥。这炒起来一定很香，味道这样就出来了。来闻一下，来，你进来闻没关系，让你闻一下。有没有？是不是？香哦！哇，这个我跟你讲，这个要是有米粉拌下去也会很好吃。然后加一点韭菜，加一点葱花。哦，胡椒粉哦，胡椒粉可以再一点，胡椒味道应该可以再香一点。可以哦。有没有那个小汤匙啊？有啊。来，你先吃。意思就是我炒的，他不太敢。对。不吃你会后悔。太香了哈。看我们要求。要不要一碗白饭？那就可以了。来，给我一点点。贤哥，我刚没有碰到汤匙，吃一口汤。是不是厉害？好吃。
来吃一个，吃一个。赞。你等下被加这个都赞。你不要看到镜头就讲说赞，你要吃到真的好吃才好吃，不好吃也可以讲。好，那我们可以关火了。他完全在搪塞我。没有怕你。哇，好假的好假，对不？这也是你们的馅料，哎，这还没几样。其实我觉得这样拌饭吃就很可以嘞，但还是不要辜负大姐的心意，一起来帮忙做草菇包。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粉团，包入刚炒好的馅料，整形后再放入桂模压实，最后倒扣放在香蕉叶上，蒸个15分钟就完成了。可以吃一颗草菇吗？可以。我说真的，我今天去拔草菇，拔到现在，我还没有吃到它本人。哎，我刚发现一件事情，草菇是菇中菇，哎，给你看一下，看好，把这切开的，它的草跑出来，里面还有一颗菇。来，它会爆浆，哎，来，对，会爆浆的。它会爆浆，你不要碰到我的汤匙哦。对不对？对，很棒。你咬下去这样，嘣一下，对不对？所以草菇。如果你拿到整颗新鲜的草菇，我跟你讲，千万不要忘记，一定要这样吃，一定要这样。拿一颗给贤哥。一定要这样哦。你说再拿一颗给贤哥，你一定要这样哦。爆浆哎，阿贤，你要不要吃？要啦。小秋来。很鲜甜。哇，是不是好吃？哎，草菇好吃哎。对呀。一整颗咬下去，嘣一下，这样很好吃哎。哇塞！第一次这么想吃哦。哇，来，贤哥，再抽回来。这个哎，它这个真的，你真的一次要就咬下去，它会爆浆哦。小婉。哦，原来这就是草菇的味道哦。对啊。一般我们来去到哪里会吃到草菇？很少，外面很少，对不对？都是用炒的而已。用菜你嘛，我让他那用啊贵点嘛那加啊。接下来刚才做的草菇包，颜色很疗愈，连火龙果的籽都还在上面，对不对？很新鲜，早上现采的火龙果下去一揉。然后刚刚我们自己炒的料，然后现在做的这个草菇包，直接咬可以吗？哎，可以，大口的咬下去哦。哇，太好吃了！怎么这么好吃啊？哎，皮很 Q 哈。我觉得用草菇这样包下来，它有点假贵刚刚。对。它等于来对，你会吃到那个草菇的鲜香味。对。哦，哎，草菇真的令人蛮，哎呦，没有这样吃过草菇。今天来这里这样试这个草菇，从我们摘，它那整个非常潮湿的环境，所以你要在里面，不管是采菇还是种这些菇，你再把那些米塞大水带油洗，然后搁上里搁剪，然后要等它收18天，所以这18天一直都要在里面收。以这样看来，它只要你温度什么控制对了，种下去它就好种。但是一整个工法程序下来，其实它很辛苦。国义社区是以草菇种植为特色的乡镇，社区的居民孤军奋战，研发出了草菇商品搭配当地农产，就是希望大家有机会能来一场草菇滋味，做在地旅游，感受国义的热情。而在国义周边还有个产期极短、正盛产的水果，更不能错过。我觉得认识朋友就像是认识一本书一样，只要这本书能够随时的翻开，它就是一本好书。哎，博章哥你好，是看到你的话，我就可以来了解到，哎，桑葚是哪里来的？中国新疆很早就有种了。哦，是哦，那台湾的呢？台湾是怎么来的？有广东的人把它带来。哦，所以台湾的桑葚最早品种叫做广东桑。广东桑，对，还有不同的品种。怎么说？我们的农场就有大概有6个品种。6个品种。我们眼后看到这一大片，好，然后里面你看很多阿桑在采的，这叫做专业的果桑，给吃的啦，专门种来对，不管是生食或者是加工用的。那为什么它做专门的？就是因为它的产量、大小跟甜度是很平均的。所以这些都可以采吗？还是说它熟的是这种黑色才可以采？好的，这个我们是采黑的，越黑的越甜，越黑越甜。找到那种快爆汁的，这可以吃了吗？可以吃的，你们下药。对，它这个是天然颜料，这颜料好漂亮，好调色盘哦。可以把它，你看，对，风一下的，它颜色就变浅，真的可以洗掉哎，等比例放大，真的是啊，台湾小辣椒的感觉，这样看，很甜，很有当地味。哇塞！
一点，越黑越甜。找到那种快爆汁的，这可以吃了吗？可以吃的，你们下药吧？没有，然后我们这都是有机的，我们只种有机。我跟你讲，只种有机。你只要去看到有机园呢，你如果跟他老板认识的话，那你跟他也就有机缘了。对，有机缘，好不好？有机缘，你的沙雷的家，试看看。哦，爆汁的，真正熟的桑葚，我们手往上一拖就掉了。所以其实你往下拉的那时候还没熟，对，它是不够熟的。有的真的蛮甜的。哦，来，我们吃一口。这个很甜，这个很甜。怎么会？怎么样？爆汁的，很甜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可以见得它甜，就像它这样一颗一颗，对，一颗一颗的，然后它快爆开就是很甜。哦，好酷哦！哎呀，你这班我酷啊！打慢你啊！你打慢怎么呢？他们专业的。打慢你啊！那就是安尼是，口爱是个认定的。但是他们就没像你刚刚那么温柔，没有办法。对，因为温柔跟速度只能选一个。对。水洗练邓来的家呀，一日3熟啊！有人说收3次，3熟就是只要天气越热，它熟越快。所以桑葚是可以后熟的吗？一定要栽赃啊！等不到后熟它就坏掉了。哦，因为它是浆果类的嘛，它是聚合果，它很多的小果实组合成一颗桑葚。对。可是因为浆果的皮很薄，所以我们只要稍微大力一点，它就破掉了。因为它营养丰富，所以它马上就坏掉。人说啊，春天桑果赛人参，这时候吃桑葚顶丢席啊！看阿姨们眼明手快、手起刀落的抢时间采收，实在是佩服啊。不过这手被桑葚汁染成这样，洗得掉吗？那不担心，等一下如果手如果脏掉，我们有一个秘诀可以把它洗掉。我这爆汁，真的爆汁了！喷到你了！爆汁了，真的爆汁了！衣服能洗得掉吗？可以洗得掉，衣服也洗得掉。对，洗得掉。真的爆汁。它这个是天然颜料，这颜料好漂亮哦。那这样冲。其实你知道，这真的洗得掉，洗得掉。老板说洗得掉就洗得掉。来啦，摸头发。头发好，染点颜色，看两鬓斑白帮你染。对。胡子。好，那这怎么办？来，我们采一颗红色的，越红的越好，越红越好，汁越多的越好。这种很多汁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你这样一样把它挤爆。你是在变魔术哦？真的，你把它挤爆。确定呢？对，然后用这一颗来擦手上，有没有颜色变浅了？是不是？好像调色盘哦。你看，蛮有趣的，好像调色盘哦。你用这颗去涂你手上的颜色，可以把它洗。你看，认识一个朋友就像是认识一本书一样的。你看，哇，真的可以洗掉水冲一下，没有，它颜色就变浅。真的对，然后如果不够，我们再摘一颗来，再摘一颗洗，真的就洗掉了你看。那当然它没有办法完全，可是你回去大概洗个澡之后，隔天起来其实颜色就不见了。哦，真的哦。是的，对。哇，有没有颜色就洗掉了，是不是？哇，真的耶！但是你知道红色的桑葚是不可以采的哦，因为它还没有熟。谢谢。不要这样嘛。你回去可以用柠檬汁或者是用醋，对，白醋就洗得掉了。会被桑葚染色的主要原因是它含有花青素、花色苷这2种对人体有益的物质，而用未成熟的红桑洗掉染色，则是利用化学所讲的相似相容性，还有果酸的原理来去除，是不是很神奇呢？这是原生种的。是啊，你看它特别的小颗，是不是跟你的小指节差不多大，一个指节差不多大？但是很甜。真的跟刚刚那个比起来，这个小很多是的，超级迷你的看刚刚那个呢？刚刚那个拿一颗来看一下，哇，差这么多。这是等比例放大，是不是啊？好好笑哦。对，哇，这样，你看这样看，很甜，很有桑葚味。哇塞，非常甜，好甜哦，好吃。为什么你把它种在旁边？因为我里面还是要种专业的果商，因为我必须兼顾到产量嘛。那这个比较特殊的，如果是来过消费者就知道啊，他们下次来就会来采水沟边这一排。对，非常好吃。它多了一个桑葚，然后我有吃到一点点柑橘类，然后也有苹果的香气，对，然后甜。但是那个，来我再试一下，哦，这种好好玩哦，来再试一下，来这个，来一个，这里有一颗，这可以拔开，你看，然后再试这个。这个是果实，然后它保水量很多，是，然后甜，它当然甜不腻口，
它有一种清爽的甜，这比较清爽，对，清爽，这个比较浓郁，这浓郁，这浓郁，真的是这种就是一副这种台湾小辣椒的感觉，非常的浓郁。吃不太出来，那多吃几个，配在一起吃的感觉很好，两种在一起。这个是什么？另外一个品种，这比较特殊哈，这个叫做吊铃铛。一般的果商一起几趴。好，那这是几粒？一颗一颗吊在树上，有没有像一串铃铛在树上？哦，它的地头是单独的，然后地头比较长。可以摘了吗？可以摘。我看一下，你还是要摘黑的那个。这个有啊，我轻轻一碰它就下来了。这个比较黑。好，那这个给你。对，这个也很甜，也好吃。对，然后它比刚刚的原真种，它比较像原真种，可它比较长，有没有？比较长也好。它多了一个口感美味，但它是甜的哦。所谓的苦甘是因为你进去以后，它后面那个韵啊会来一点点苦，但那个苦很舒服哎，每种桑葚都不一样哎，味道不太一样。好吃。苦甘的感觉很不错哎，好像在喝焦糖类的咖啡。这个是吊铃铛的另外一个品种，胖版吊铃铛，看它看起来就胖胖的。哦，就是我跟阿贤的概念了哈。哦滴，哎呦，阿贤啊，这就是你，然后这是我。那我吃你，你吃我。那这也很好吃啊。你好甜哦，这也很好吃。对，你苦，你带点苦哎。我跟你讲，这颗呢，虽然你从旁边经过，你都没有注意它，但是你却不知道这一颗的甜度是有18度。是的，真的。我的天哪，这个应该是白桑跟黑桑混到还是长果桑？对，这个是我们去年才发现。我帮你吃吃看，我就知道它是谁跟谁。马告我没看错吧？你用马告做果酱，这还有一个叫龙眼威士忌。摘完第一点，我跟你讲，这颗呢，虽然你从旁边经过，你都没有注意它，但是你却不知道这一颗的甜度是有18度。是的，真的。我的天哪，只要一注意，它就会被摘完，就被采完了。一注意就不见了，它就被采完了。我们随便来一个这个好了啦，好不好？越黑越甜一样哈。哦，越甜。豆大福啊，你知道我儿子最喜欢吃这个，你看这种。这个是我看胖的吊铃铛，对，胖的吊铃铛。你要看它的地头，好不好？这是长果上，而且它上面还有一根鸟毛。我告诉你，表示这一颗很甜。哇，那个贤贤，我跟你一人一半，好不好？你去吃啦。我先。好。超甜。Oh my god！ 哦，甜到心里去了。那自己顺序吃倒反啊？真的吗？应该先吃它，再吃，不然就觉得没有这个我没有要吃啊，只是拿来看而已啦。一旦有了长果桑的，其他的吊铃铛我就是你喜欢吊铃铛吗？来，请用。我跟你讲，长果桑没有很好吃哦，我跟你说真的。哦，这长果桑哈，我的等下来。拿一个比较特殊的，就是一般桑葚如果是这个颜色，还不会酸的，肯定酸到你脸都皱起来。对，但它是那个这样这个就摘不下来，这个才是酸的。这只轻轻摸就掉了。对啊，没有它的地头非常的轻啊，它轻轻一摸就掉，轻轻一摸就掉。来，试试看，对，真的很好吃。长果桑是我最喜欢的。所以长果桑你们一般也会摘吗？这个是让消费者来农场体验的时候他们会采的。哦，但是如果没有，就是你们自己来行一般来讲就是内行的，其实内行都会知道。如果你没有注文，叫人家不要采，他都被采完。这个不说你不知道它这可以摘的吗？没有，白桑的特色就是，但是越透明的越甜。越透明越甜，这个还不够透明，我们都要找一颗透明的，它等于透明到快出汁的那种的，那就像蜜汁一样，超级甜。我跟你讲，问我们不准，
我们问一个哈，最辣傻的人，刚一来手就先摘，先偷吃，在还没按录的时候他就已经先摘了，很聪明。大哥鱼甜不甜？跟荔枝一样。我们刚刚吃的那长果商，它是18度，10度到18度。你像金钻凤梨最甜的时候是18度，18没有错。最甜最熟的时候的荔枝是18度，但20度相当于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就相当于就是你如果在南区台南以南买奶茶，你一买奶茶跟他讲说麻烦一下微甜去冰，那是18度。好，但是你如果跟他讲说那我们全糖去冰，是的，那就是20度，就是它了。这20度哦，来我找一颗我找一个20度的给你吃看看啊。哦，跟荔枝一样哦。这个甜不甜？这会让我觉得我自己像蚂蚁耶！小心得糖尿病啊！真的，这个更甜。来，这个你看，有点蜜珠汁啊，有没有变透明的？真的有点黏黏的哦，那个都是蜜汁。超级哇，真的比18真的比18还甜，对不对？你吃完白果商，你再去吃前面其他，前面都不甜，就是它甜。哇，这是哪里来的品种啊？这是国外来的品种，所以你看它，我们都叫它乐咖，你看它特别高，它比其他桑葚树高了一大截啊。一样的时间。这么多桑葚的品种，让你看得眼花缭乱了吗？老实说，我是吃到心满意足了。不过老园丁陈爸爸似乎还带了更新的品种。这个应该是白桑跟黑桑混到，还是长果桑？对，混到了。你看它是白桑，但是带着紫色，这个是我们去年才发现的。我帮你吃吃看，我就知道它是谁跟谁了，好不好？这就是柯南，这个还没有看过。我们叫胭脂桑，它有些颜色比较漂亮，很像胭脂。它有桑葚味，纯白桑没有桑葚味。没有，我觉得它是跟那个吊铃铛配到，因为它带苦啊，应该是有点吊铃铛。它带一点点苦。它结果的时候是一整球还是没有，就单独一样。是不是吊铃铛？它跟白桑一样的结果方式，就这么小一颗，就是一个交叉才结大概3、4颗而已。好吃哎！这个桑葚是从爸爸开始做，是开始的。爸爸，你怎么想要种桑葚？以前乡下都有了，后来砍掉了。所以一句俗话，前不种桑，后不种树，所以都砍掉了。因为桑树就跟桑葚是有谐音对，所以大家取谐音啦。所以我们说以前乡下人看到这2个果桑树跟柳树哦，一起撤掉，因为撤掉桑葚树就会再长出来，对不对？对，一旦欧掉，所以欧掉之后你根拔起就没有完全没有了。我找高雄、屏东一直找都找，后来在威松，就我在跟一个客户养鸡的诉苦，我当人家已经在好几个月都找不到。他说你不知道我那个后面有一棵10几年老桑树，你别进来，那个大概让我采200多斤台斤油，那一株就200多斤，超过2斤。我本来在老家这边哈，就买一块地，买一块地，想要盖鸡舍了，对，当下都放下屠刀，改种桑葚，从养鸡变有机。哇，好棒！其实当初哈，台湾在我那之前哦，几乎没有种，几乎都是有添加的加工。对，其实是从我开始就才是没有添加，没添加物。其实我那个方面的那个知识是从畜牧兽医和畜产加工来。加工学来的。我那个教授算是学以致用，没错，对吧？中兴大学毕业的陈爸爸可说是台湾有机农业的先行者，还曾获得模范农民的殊荣。他不仅栽种桑葚，还喜欢多方尝试，种些奇珍异果，像这颗曾经进贡到日本天皇的3次番荔枝，因为本身没有甜味，种的人少，在台湾很罕见，而陈家父子还是联手将它利用到最极限。日本人甚至称桑葚树为仙树，全株、根茎、叶、花、果实都可以吃，也可以当入药材。它的收成时间是1年1收吗？1年1收，1年1收几个月？1个月。1个月的时间，就1个月的时间，1年1收，他还只给你1个月，但是它的产果量很大。没错，我采过一次叫做1番，好，一株桑葚树大概采5到7番，因为我们总共目前桑葚大概种了接近7公顷，理想人力是70个到100个人。哇塞，那你这产季的时候不就忙爆了？忙到就每天我在跟时间赛跑，因为桑葚太脆弱，所以我们早上采收的桑葚，对，中午前就要清洗完入冷冻库，对，把它保存起来了。好，但是如果碰到闰月呢？
所谓的闰月，我们节气来说是3年闰一次。对，很巧的，去年就是闰4月。那去年发生什么情况呢？就是第一闰月的时候，它花开的少。又开得早，我还没3月底的时候，桑葚有些就开始熟了。对，那它的情况是变成很特殊。一般桑葚你刚刚是采黑的，是一摸就掉了。对，红的地头是比较韧，对不对？对，去年是倒反的。那所以风一吹，地上掉都是红，都是黑的。就我们有没有过这种情况？那所以好妙哦。去年桑葚的采收是我们有史以来最少的一次。这就是大自然的奥秘，因此该如何延续桑葚的生命，就成了重要的课题。农产加工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。我们现在要做什么桑葚果酱？对，桑葚果酱，你要怎么做？今天会用不同的糖增加层次，像冰糖啊，还有日本的三温糖、黑糖，还会加黑厚葡萄酒，比较有发酵的味道，比较有时间感。现在可能就是先用小火让水分先出来 ，OK， 比较不会烧焦。好啊。它通常会糖制一个晚上，让水分都出来。OK。它隔天煮的话就用大火快煮，而且就用铜锅，它受热比较平均。对啊，受热比较好。然后它有铜离子，果酱会比较有光泽。哦，铜离子又学到了。然后一直搅，就是不要让它烧焦。我来挤柠檬汁，我们等一下还会加一点柠檬，增加酸香。OK。然后让它 pH 值降低，让 pH 值降低，让细菌比较不会生长。如果你要让它颗粒小一点、碎一点的话，有这个东西就赶快拿出来啊！对啊。摘完第1点。有，都一样的，一个比较大，下面比较大，上面比较小。你跑这么远干嘛？可以洗，不会喷，有红色就可以洗了。有受害者。这个我好像觉得有什么一头在煮东西一样。如果做的时候有泡泡的话，可以把它捞掉，真的比较不会苦涩味。哎，有泡泡会有苦涩味。对，就是一直搅半小时。要看量，有时候要1小时多。对。有耐心的等待，才能换成甜美的滋味。就像是伟勋不断钻研制作果酱的学问，换得世界果酱大赛银牌荣耀。是用什么东西做？就橘子，对啊，应该是英国的柑橘果酱大赛。然后我参加的是那个男生手作组，使用有趣食材组，使用酒类食材组。那个是沉香蜂蜜，对，就是柳橙采下来的蜂蜜，柳橙花的蜜，对，下去做果酱。它的蜂蜜有沉香。马告我没看错吧？对啊，马告。你用马告做果酱？对，你可以挖一颗马告一起吃。马告跟橘子皮。对，中间那是马告。对。哦，不是百香果的汁。对，看起来蛮像百香果。哇，这个好吃。对啊，就是有马告香。它那个呛跟辣的味道不见。马告这个你拿来刷香肠一定很好吃。哦，对。这还有一个叫做龙眼威士忌。对啊，一个是龙眼蜂蜜加 whisky。我没派呢，有点起来好像啤酒，好像精酿，有点发酵的味道。对，用精酿的味道，有点发酵的味道。哇，这个我喜欢。酒吗？不是酒啦，是果酱，我喜欢啊。你怎么一来就是酒吗？不是，是果酱。这个可以拿来搭一点熏鲑鱼。哦，熏鲑鱼可以，对不对？熬煮半小时过后，再加入葡萄酒，桑葚果酱终于完成了。立刻来尝尝味道如何。比较，刚刚是甜，它现在多了一点点柔顺的酸呢，我不知道怎么说那个形容那种酸的感觉。它加酒以后变了一个味道哎。对啊。好像那种红酒炖牛肉里面会出现的那个画面。不是它有一个那个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啊。你有吃红酒炖牛肉吗？这个口锅就没有菌了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
有用烤箱然后烤干了，还可以用这样，就是你盖上了以后，对，把它反过来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，我没记错嘛，因为反过来的话，它就会变成真空，它里面会变真空。果酱不是只能抹在吐司吃，伟勋和朋友们还尝试加入饮料、菜肴、甜点，为桑葚带来不同的味觉体验。艳阳高照的台南，在田园旁无聊中，农人矫健身影依旧。而我尝的不是桑葚炒锅而已，还有有机缘相识的每个朋友，用时光酝酿出的好滋味。喜欢吗？记得按赞加订阅，台湾第一的，开启小铃铛哦。